哎，看这小伙好，别了，你跟我走吧，去给我开车，就给我管点事儿，当秘书，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我懂了，职业平台。在很多人眼里，高尔夫球是一辈子不会和他们沾边的贵族运动。没错，这个很多人说的就是我。如果不是找视频素材，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作为5线城市，我的老家辽宁省辽阳市拥有一家高尔夫球场，而且它已经开了10年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王。你们没有看错标题，这期视频依然是赚钱路子探测器。一定有小伙伴好奇了，友好的来问候小王，你个傻逼，能开启高尔夫球场我还看你视频吗？小了，格局小了。你以为我做这期视频是让你去开高尔夫球场吗？真正的有识之士一定会选择去高尔夫球场做消费者，旁边的拎包人，也就是所谓的球童。你以为的球童可能是这样的，这样的。当然，估计也有很多人想象的球童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想过最后的这种情况，也是在准备拍这期视频之后呢，跟朋友聊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带着诸多的疑问呢，我来到了老家这座太子河高尔夫球场，因为长辈之间是朋友关系，所以有幸得到了球场董事长谢老板长达2个小时的创业分享。我在里面捞了一些干的，给大家做成了这期视频。虽然咱们现在用不上，但保不齐将来能用呢。首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猜一猜，这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目前是亏钱还是赚钱？球场整体占地1300亩，是符合国际标准的18洞球场。至于为什么国际标准是18洞，以及高尔夫球怎么打，至少在这一期视频里面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吧。假如你是一个路过此处的游客，想进来体验一下高尔夫球的魅力，那打一场高尔夫球的费用最低在400元左右。如果你需要一个球童来帮你捡球拎包，需要准备至少100元的小费。当然，这个价格是在球场里打。如果你就是想在练球场里随便练练发球，那价格便宜很多，1块钱1粒球。对于月收入普遍在2000到4000元左右的辽阳老乡来说，这儿的消费确实不低。但横向比较周边城市的高尔夫球场，它就算是最便宜的了。高经理与我年龄相仿，入行时也是球童，现在已经是这家高尔夫球俱乐部的运营负责人了。因为第2天球场就要恢复运营了，所以呢，提前1天抽出时间来陪我在球场里逛了一圈。因为还没开春啊，景色不太好，我的脸也不太好，所以我们尽量多放素材，少放实拍。你看这个机器啊，我们这个机器叫什么呢？叫做吸草机，场地占地1300亩，里边的假如一些个草屑，我人工修剪时间会很慢，所以说关吸草机我们家就有2台。这个一个机器得几十万吗？一个机器最少得40-50万吧，这一个啊，这一个吸草机，看到了吧，兄弟们，这机器40-50万，40-50万机器就这么一整，跟垃圾似的。所以说怎么说，还有这一个。你这一个是一个5连剪草机啊，这个绿色的，绿色，还有这里边这2台5连剪草机，所以这仨东西往这一放，100多万。果岭啊修剪机，果岭修剪机大家可以看一看，包括里边也有啊，1、2、3、4、5、6、7、8台，这2台复杀机，这相当于是打孔机，看一看，这是我们的这个打药机啊，杀菌打药机2台，包括说我们在那边空有这是一个3连剪草机啊，3连剪草机和爬沙机，这都是3连5连，这都是。果岭区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呢？供客人干嘛呀？推球进洞里，都是把球打在小洞里。打小洞里的话，那个洞在哪儿啊？再往这边来看看，因为这是马上带反球的状态，因为这2天天气比较凉嘛。哎呦，这个脚感确实不太一样啊！你看，这是一个我们家全场的18洞当中的3号洞啊。我们这一个果岭的建造成本就会达到60-70万了，这就得。我们家现在有的球童呢90人，所谓这个球童就是干嘛呢？第一啊，他从事我们场内的一个服务客人的，服务客人同时呢，他工作职责当中就有一项就是维护场地。比如说这个客人把草打起1块之后，他会把这块草皮捡回来，对这草把草皮敷到原有的位置上面，敷上沙啊，对这个草它会有养护。对啊，所以说针对于说所谓的女生也好。它的本身的亲和力就要有就要有这个男生高，但是那么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吧。你看亲和力高一点的男生相对来讲，无论是从体力啊，从专业技能啊，从掌握专业技能的这个速度上来讲啊，或者是压力来讲啊，或者职业评价来讲，都会照女生相对于是少一点。夏天在室外一晒就是几个小时，球场里有水有草，还会有蚊虫叮咬，动歪心思的基本上也很少能吃得起这份苦。而且所谓的潜规则一直是外界对于服务行业的误解，球童领域也是如此。那些为职业球员服务的顶级球童都是这样的画风，他们不仅专业能力要过关，球员打得不好的时候还要去安慰球员，球员打得好的时候还要加倍球员的喜悦。图片里这个哥们呢叫史蒂夫·威廉姆斯，曾经是著名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的球童，在他与伍兹搭档的12年时间里，单协助伍兹参赛，他就得到了800万美金，而这还不包括他的其他商业收入。很多服务业从业者经常会为行内极少数人的极少数情况背黑锅，这种情况其实不只适用于球童，其实对于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现在这就是我们草坪部的部分员工吧，对这个沙坑当中的杂草进行清除
恢复的是干嘛呢？原有的沙地进行裸露。明天开业了，今儿能干完吗？我们就是没个加班加点也得往前赶，加班加点往前赶。哎，不容易。哎呀，这个高尔夫学院一个位置吧，专门设置打鼓、打垫啊，哎，这都是小孩自己配的包、配的杆。这是大致这一套球包里边吧，分3种类型的球杆。因为我拿的这种长的，啊，这是青少年小孩用的。这种假设相对于说杆头比较大的，啊，这个叫做木杆。木杆要求是干嘛呢？要求打距离了，就是越远、越直、越准越好。然后你再照他这套包里边看这些带着绿色杆头套的，这些个球杆啊，这都是干啥呢？这叫做铁杆。当木杆把球开出去之后，就会剩下的距离呢，就会选择相对应的球杆来进行干嘛？进攻果岭，果岭上插小旗儿。最终到小旗之后呢，会用我们这个推杆，这第三类这就是推杆了啊。练习场呢现在是21个档位，加上我们是30个档位，啊，我们这块可以基本满足初学者练习，以及会打的这个球来是之前的一个热身，啊，基本都能满足。我们的客人构成里边占比最高的是比赛的选手，对，比赛的，因为说比赛来它是以团队的形式来，所以说人流会比较集中，然后赛会出钱是吧？对。其次就是咱们的 VIP 办卡的散客户啊，想来打球的，包括说市场的打球的客户人群啊，这块，所以游客是占比最低的。对，也不能说占比，它可能人数高，但是贡献收入比较低。这座球场地皮、修建、设施、人力等等综合投入已经达到了数亿元，在正式运营的前9年，基本上每年都持续亏个几百万，而这也是国内很大一部分高尔夫球场的现状。改革开放后呢，第一批高尔夫球场成为一种招商引资的手段，在全国各地建起。那个时候的高尔夫球在国内绝对算得上是小众的上流运动，但是21世纪后呢，一些房地产公司的介入让这项生意变质了。部分拿到地皮的房地产公司利用高尔夫球场来进行房地产开发。高尔夫球场作为一种噱头，可以让周边的房产产生15%以上的溢价。而到了21世纪的10年代，相关政策对高尔夫球行业不再友好，小城市的球场基本上都开始出现了亏损甚至发展困难的情况。当然，地产公司不在意这些，因为他们已经赚到钱了。很多地产公司甚至卖完周边房子之后，直接将球场交给第三方代运营，亏损也认。像我老家这座球场，其实就属于既不是搞房地产，又没赶上好时候的情况。当时项目推进困难，搞得老板也很痛苦，但是几千万已经套牢了，所以只能沉下心来耐心运营。除了球场本身、承办比赛、接纳韩国游客这些策略，谢老板也通过增加土地利用率与时间利用率这2个维度来扩大球场的收入。增加土地利用率便是合理规划场地，分出一部分空间去承接婚礼、婚纱摄影、娱乐、餐饮等等项目。增加时间利用率呢，则是在冬天没办法打球的时候，直接就地举办冰雪节。经过了9年的耕耘，球场终于在第10年实现了盈利。目前老板已经开始着眼整合园区资源，打造商业生态了。接下来他们的园区会从外部引入更多的娱乐项目以及商家入驻，最后呢，形成一个小型的通票制的游乐园区。虽然多数老百姓没办法一次性消费几百块钱打一场高尔夫，但是他们却能消费起几十块钱的门票来这里体验一下不错的景色以及高尔夫休闲文化。活了这么大，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玩过高尔夫。带我参观的高经理在跟我介绍这项运动的时候提到，打高尔夫球和人生很像，有沙丘，有河流，有上坡，有下坡，有的地方平坦，有的地方凹凸不平。10年的时间，上亿的钱，我在想他会不会为自己当初的这个选择后悔呢？毕竟在这过去的10年里，他原本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很多看客喜欢挂在嘴边的，不如去北京买几套房。但加了他的微信之后，他的微信昵称似乎给了我答案，人生真的可能就